穿越08年 NBA 总决赛，你获得了黑子篮球系统。此时湖人60比89落后凯尔特人，距离 G6比赛结束仅剩最后一节。凯尔特人时隔15年重夺总冠军，似乎已是板上钉钉。与主场喧嚣欢闹的气氛截然不同，湖人队的替补席充满压抑和绝望。球队王牌科比布莱恩特坐在替补席倒数第2个座位上，不停地大口喘息着，眼眶微红。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难受的时刻。坐在替补席倒数第1个座位上的一名华夏球员，看着辣眼睛的比分，感受着身边的科比的痛苦，也只剩下苦笑了。作为落选秀，虽然得到了湖人队一份1年底薪45万美刀的短合同，虽然你整个赛季都在疯狂的训练，但因为自己粗糙的技术，你直接做了一个赛季的冷板凳。天赋的差距是无法弥补的。这赛季结束，湖人大概率不会跟自己续约了，这个夏天就弃蓝从商吧。就在这时，教练喊你们！一名球员突然冷声说道，眼神凌厉的看了眼你回过神来，看到科比、加索尔等主力球员正在走下场来。再看向比分，分差已经来到33分，比赛还剩下10分钟。你又看向菲尔，指了指自己，确定是在叫自己，便朝着场上跑去。看来这是准备让自己收垃圾时间了。就在你踏上场的瞬间，一道冰冷的声音突然从你的脑海中传来：叮咚！恭喜宿主成功登场，现激活黑蓝系统，新手大礼包发送。宿主可融合紫元墩身体天赋，融合后可获得紫元墩静态身体天赋，着重强化力量和神经反射，初始等级为最高的圆满级，融合度高达100%。金川智技最强之臂，融合后获得其防守能力，初始等级为高级，融合率为60%，在适当范围内可降低对手10%至20%的命中率，并且有一定几率激怒对手，诱导对手犯规。绿间真太郎超高弧线3分，融合后投篮射程为半场，初始等级为高级，融合率为60%，3分命中率为60%。顺便再赠送宿主清风大辉技能体验卡1张，使用后可获得清风大辉所有技能，持续时间为5分钟。你看着这些技能的说明，知道这些技能在一定程度上被系统给削弱。不过即便如此，这些技能也足够变态。系统融合，你毫不犹豫说道，将这些可永久融合的技能全部使用。叮咚，恭喜宿主融合完毕。系统的声音响起，你感受着身体的变化，忍不住笑出声来。试想一下，当一名外线球员拥有着大鲨鱼奥尼尔般的恐怖力量，在比赛中与对手进行力量对抗时，会是什么体验？嘟！裁判一声哨响，将你拉回到现实。你赶紧跑到自己的位置上，等待队友发球。此时的你已经迫不及待想要看看黑子篮球中的技能在 NBA 赛场上到底会有多恐怖。湖人队边线发球，法马尔接球后运球过半场，直接选择强攻，分差太大了，凯尔特人队的防守也变得松懈起来。法马尔轻松突破到禁区上篮命中，连着几个回合都没有人给你传球，你不禁有些心急。伙计，传个球！你用英文大声喊道，没有落位底角，而是主动跑到了弧顶。啪！话音刚刚落下，篮球朝着你飞了过来。只见法马尔一脸鄙夷地看着你，那意思是我就静静地看你表演，没有实力还想要进攻球权，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持球面对防守人，发现他距离自己有近2米远。伙计，你哪里来的？我怎么不知道湖人队还有一位华夏球员？那凯尔特人队的球员嘲讽道，眼神中尽是不屑。你面色一凛，微微屈膝，双手抓球举过头顶，顺势双腿发力跳了起来。在达到最高点时，拨动手指，将篮球轻轻地拨了出去。绿间真太郎超高弧线3分，技能开启。这个华夏球员的投篮动作好漂亮。现场有球迷注意到，不禁惊呼，投出去的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要比其他球员投的3分弧度高很多，仿佛要飞过天花板，飞出这个球馆。接着篮球开始下落，就像是抛物线一般，以恐怖的弧度向着篮筐落去。唰，清脆的刷网声在整个球馆回荡。空心入网，你露出了自信的微笑，感觉还不错。法马尔瞳孔微缩，有些小小的惊讶，没想到还真进了，运气不赖。但并没有人关注到这记3分球，进一粒3分球而已，对于比赛的局势起不到什么作用。况且凯尔特人队的防守那么松，谁都有机会投进这个3分球。湖人队替补席，科比阴沉着脸，依然在痛苦中，其余球员则是表情空洞，心思早已神游在外。凯尔特人队替补席3巨头坐在一起，轻松地聊着天，直接无视了球场上的情况。华夏直播间，这3分竟然进了，江华看上去状态不错嘛。杨健有些意外，随即笑了起来，能进一记3分球不错了，至少数据栏有数据，不至于都是0。希望这记3分球能够给江华打开 NBA 的下一扇大门。杨毅挑挑眉，并未放在心上，而直播间内的球迷们也继续发表评论，又是调侃又是毒奶。看得出来，有些球迷还是抱着期待在看球。小子，刚才是我没有防守你，下个回合你可别再想着投3分，我一定会把你冒得很惨。防守你的凯尔特人球员狠声说道。怎么总有个苍蝇在我耳边叫唤？伙计，你叫什么名字？也是凯尔特人队的候补球员。你轻描淡写的回击道，就论喷垃圾话的功夫，来自华夏的你可从来没输过。呵呵，失败者还敢这么嚣张？当亚军很高兴吗？那凯尔特人球员的嘴也是挺毒，他挥动着手臂朝着队友要求，必须找回这个场子。他连续的运球，准备突破。你目光犀利，随即发动金川智技最强之臂技能，轻松找到了对手的漏洞。哈，你的神经反射快如闪电，直接凑准机会下手抢断。那凯尔特人球员感受着手中空空如也，直接傻眼了。再回身看去，你已经运球一马当先的朝着前场跑去。接着前场无人防守的情况下，以及停在了3分线外，这是什么操作？全场观众都愣住了，这个球员要干什么？快攻不上篮吗？刚才扔进一个3分球，就把自己当雷阿伦了，有点搞笑。现场的球迷们议论纷纷，皆是充满了不屑。说话间，你已经将篮球投了出去。绿间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球再次发动，篮球划过一道恐怖的弧线，唰，空心入网，66比93，分差缩小到了27分。什么鬼？又进了！这个华夏球员的3分球投得挺准啊！快攻中的追身3分球真是非常少见啊！有些球迷们发出惊呼，皆是瞪圆了眼睛。球场上，凯尔特人队的球员们一脸懵逼，又投进了一记3分球。这个华夏球员的手感有点火热啊！我进！加强对这个华夏球员的防守。托尼·阿伦皱着眉头说道：“现在的球场上，他算是这支绿军最有分量的球员。”那球员点点头，面露阴狠之色，都是特么的候补球员，凭什么你这么秀？凯尔特人队进攻，一位外线球员很是松散的投出一记3分球，咣当打铁。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迅速掀起防守反击。法
法马尔运球快速推进，眼睛不断的瞟来瞟去，寻找着你的身影。虽然不清楚你为何突然手感如此火热，但哪个队友手感好就将球传给谁，这是作为控卫的基本常识。突然，他瞥见了你已经落位到底角，没有犹豫，直接甩给你。你接到篮球，被在3分线外死死的限制住。但是你可不只是会3分啊，在具备了紫元墩身体天赋后，其他技术动作也能够流畅的做出来。你做了个投3分的假动作，晃开对手后，轻松突破到禁区完成一记上篮，同时造成防守者犯规，获得了2+1的罚球机会。你站上罚球线，稳稳命中罚球，好球！法马尔激动地挥舞着手臂，对于你刮目相看，刚才的偏见已抛之脑后。哪怕比赛没有悬念，但不得不说你的2个3分球还是非常提事情。湖人队替补席，加索尔、奥多姆等人皆是发出惊呼。科比眼睛一亮，死掉的心脏又复活过来，砰砰砰有力地跳动着。一个大胆的念头在脑海中闪过，呼吸也跟着变得急促起来。或许江华会成为本场比赛的骑兵，帮助球队将分差追回来。他急忙抬头看了眼时间，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8分钟多一点的时间，分差24分，想要追上很难，但不是没有可能。他目光灼灼地盯着球场上，如果江还能保持这样火热的手感，那这场比赛说什么也得再拼一把。你们在干什么？没吃饱饭吗？给我防住那个华夏球员！凯尔特人队主教练里弗斯大声咆哮道，脸色也跟着阴沉下来。冠军近在咫尺，绝对不能再出什么意外。哟呵，连续得分，给机会还真能把握住啊！杨毅有些惊喜地说道，有点意思。在总决赛中，在球迷们的喧嚣中，你能够大爆发，心理素质也是真够强大的。杨健说道，开始期待起来。华夏网络直播间评论区已经炸开了锅，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看了个假直播。这进攻能力，这还是那个饮水机管理员江3分吗？一条又一条评论快速翻滚着，刚刚发出来就被淹没。虽然很多评论依然在调侃你，甚至是讽刺你，但事实是你的表现将球迷们的观赛热情彻底带动起来，不停的毒奶也是对你的期待。北岸花园中心，你兴奋地向着后场跑去。虽然金川智纪最强之臂的技能说明中并没有抢断的能力，但是在面对一名饮水机球员，这个技能简直就是降维打击。逆天，只能说黑子的篮球中的技能真的是太逆天了。就这3个逆天技能，已然可以立足于 NBA 了。凯尔特人队进攻，场上老大托尼阿伦得到投篮机会，完成中距离出手，咣当！可惜篮球并没有命中，直接弹框而出。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全力推反击。然而这次凯尔特人队的回防速度很快，也在不断提升着防守强度。法马尔运球过半场，组织球队进攻，示意图里亚夫提到高位来给你做个掩护。完成掩护后，你接到传球，立即面对严厉的防守，你再次运球突破到禁区，顶着防守高高跳了起来，将篮球高高的抛了出去。全场观众都露出夸张的表情，这弹跳力也太变态了！难道又要打成1记2+1吗？你在空中将篮球抛了出去，同时那名绿军球员也将手打在你的胳膊上。嘟！裁判的哨声再次响起，又是1记2+1，全场惊呼：这什么水平？连续2次打成2+1，到底是绿军的防守太松了，还是华夏小子的能力太强了？你站上罚球线，轻松罚球命中。场边，科比激动地从板凳上站了起来，挥舞着拳头，又抬头看了眼大屏幕。21分了，他看向教练菲尔，眼神中带着请求的目光。他想要上场，最后再拼一下。菲尔给了他一个眼神，示意其稍安勿躁。伙计们，尽量把球传给江华。菲尔吹了下口哨，朝着球场上大声喊道。法马尔、卢克沃顿等替补球员皆是点头，眼中的消沉一扫而光，变得兴奋起来。大家的心态在你的带动下发生了变化，又变得斗志昂扬起来。岂能让凯尔特人队这么轻易的赢下冠军？就算比赛没有悬念，也不能让他们好过。皮尔斯，你去限制一下那个华夏球员。凯尔特人队的替补席，主教练里弗斯朝着坐在板凳上的皮尔斯招招手，示意其上场。皮尔斯微微一愣，似乎没想到自己还需要登场，而且还是去防守一名饮水机球员，这就有点有失身份。但是为了这个苦等了10多年的冠军，丢点人也没关系。况且这小子敢在北岸花园嚣张，是时候让他知道谁才是这个球场上的老大。皮尔斯起身脱掉了训练服，向着技术台走去。除了皮尔斯，里弗斯还换上了雷阿伦、拉简隆多这2位主力球员，把分差拉得更大一点，去扑灭湖人队最后一点希望吧。里弗斯拍拍几人的肩膀，语气中带着强大的自信。看到凯尔特人3大主力一起登场，现场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所有观众都知道，湖人队的追分时刻到此为止了。凯尔特人队进攻，皮尔斯径直走到了你身边，歪着头露出一丝残忍的笑容。小伙子，你的表现还算不错，惊动了教练让我来防守你，你应该感到荣幸。不是每一位饮水机球员都有资格和我对位的。说话间，他卡住你的身体，向着隆多要球。隆多会意，一个高调将球传到皮尔斯手中。现场的球迷们沸腾起来，他们可太想看到皮尔斯教训你这个华夏球员了。面色严肃，你的金川智纪最强之臂技能再次发动，这次面对的是联盟顶级的小前锋，不知道是否还能够有明显的效果。皮尔斯背身顶着你，想要再靠近篮筐一点，但下一秒他却惊愕地发现完全顶不动，就感觉自己身后是一块铁板一样，不管怎么用力都纹丝未动。该死的，这是什么身体素质？怎么感觉比詹姆斯还要强硬？皮尔斯心里抱怨，眉头微微皱起。见此，你再次兴奋起来，这就是紫元墩身体天赋的强大，太他妈爽了！连续顶了几下未果，皮尔斯只能转身撤步跳投，咣当打铁。金川智纪最强之臂的防守起到了效果。如果按照皮尔斯这个系列赛44.5%的命中率来算，那在金川智纪最强之臂技能的作用下，他的命中率只有20%出头，可以说低到离谱。湖人队抢到后场篮板球，迅速防守反击，但现在的凯尔特人队上了3位主力球员后，攻防两端都提升了好几个档次，退防速度极快。落入阵地，皮尔斯像狗皮膏药一般粘着你。观众们看到后纷纷惊呼，凯尔特人队的王牌球星竟然去防守一名饮水机球员，这个画面怎么看都感觉不可思议。即便是坐在替补席上的科比，眼神中都闪过一丝惊讶，而后脸上充满了欣慰。这个他平时都不怎么关注的华夏球员，突然成了湖人队的救世主，也获得了对手的认可。球场上，你可不管是谁在防守，换句话说，谁来防守都没用。你
你尽全力跑位，借着队友的掩护跑到3分线外。刚刚接到篮球，皮尔斯就追防上来，速度极快，只有1点出手的空隙，没有犹豫，你直接跳起扬手将篮球投了出去，动作一气呵成，极为漂亮。就连雷阿伦都在这一瞬间皱起了眉头，心里忍不住赞叹了一声。唰，篮筐里泛起了阵阵白色浪花，再次空心入网。湖人队的替补席彻底沸腾起来，疯狂地挥舞着毛巾。伙计，好样的，你是球队的救星，将你的表现延续下去吧。费尔舍大声咆哮道，铮亮的脑门在灯光下有些反光。上帝啊，我们仅仅落后18分了，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6分钟的时间，将让我看到了逆转的希望。加索尔激动地说道，浑身都颤抖起来。嘟，裁判一声哨响，里弗斯请求了暂停。他敏锐地嗅到了一丝危机，心中更是涌起了不祥的预感。伙计们，这里是总决赛，认真起来！我们曾经领先着33分，但是短短4分钟的时间，我们被追到了18分。再这样下去是什么后果？难道你们想跟湖人队打抢七吗？里弗斯拍打着战术板，愤怒地咆哮着。加内特，等下你也上场，保护住篮板球。里弗斯快速布置着战术，面色阴沉的可怕。另一边，湖人队替补席，菲尔也在抓紧做着布置。加索尔、科比、费舍尔、奥多姆，等下你们上场。江华为我们争取了一个逆转的机会，我们一定要把握住。等下上场后，你将为进攻核心。菲尔说着，脸上满是惊喜。谁能想到你这个来自华夏的黄皮肤球员会突然大爆发呢？原本只是想让你在垃圾时间感受下总决赛的氛围，没想到你给了全队一个惊喜，给了对手一个惊吓。现在以你为核心，让科比、加索尔打辅助，看看你还能不能延续刚才神奇的表现。菲尔话音刚落，所有人的目光齐刷刷地转向科比。湖人队可是科比的球队，现在菲尔竟然让你这个饮水机球员继续主导进攻，这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即便你连续得分，为球队带来了逆转的希望，但你终究只是个边缘球员。科比和加索尔一上场，球权自然要交给他们，你最多只能做个定点3分射手。可菲尔却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甚至可以说是反其道而行之。科比会同意吗？众人心里嘀咕着，脸上的表情也变得复杂起来。没问题，科比沉声说道，眼神中透出一股坚定。这场逆转的希望是将给理应让将继续进攻。众人再次震惊，这还是那个偏执高傲的科比吗？好，菲尔朗声鼓励道，让我们最后放手一搏。湖人队球员们的眼神瞬间变得坚定，只等暂停结束，去完成这场惊天逆转。CG5演播室里，杨健激动的声音都有些颤抖。连续得分，江华这段时间的表现真是神了。自从你沦为候补球员后，他就再没对你抱过希望。而现在，那颗沉寂的心又再次跳动起来。波士顿北岸花园球馆，暂停结束，双方主力阵容重新登场。凯尔特人队进攻，隆多运球过半场，直接将球传给皮尔斯。里弗斯的战术很简单，用当家球星碾压你。在他们眼里，你不过是湖人队的防守弱环。偏见就是这么可怕，哪怕你已经蜕变，别人对你的固有印象依然难以改变。上一次皮尔斯顶着你的投篮打铁，也被归咎于手感问题，没人觉得是你的防守起了作用。兄弟，给我打爆这个华夏球员！总决赛的第4节可不是他该表现的地方。加内特在禁区里咆哮，一边喷垃圾话，一边和加索尔抢位置。他的全面压制让湖人队在整个系列赛中举步维艰。加索尔拼命了，但和加内特相比，他显然不在一个等级。少了加索尔的帮助，湖人队只能依赖科比。凯尔特人队的防守重心原本全在科比身上，但现在他们不得不警惕你这个突然崛起的华夏球员。皮尔斯被加内特的垃圾话点燃斗志，选择面框进攻，连续的试探步和变向后，他后撤步拉开距离，自信投出1记中距离。皮尔斯嘴角上扬，感觉这球稳了。可下一秒，他的脸色骤变，篮球弹框而出，奥多姆拼命抢下篮板，迅速传给科比。科比快速推进，目光扫向你的位置，而凯尔特人队的防守注意力依然全在科比身上。在他们看来，科比这个偏执狂一定会选择自己进攻。关键时刻，他从不相信任何人，只相信自己。但这一次，意外发生了。科比面对隆多的错位防守，明明有出手机会，却突然将球传给了绕掩护跑到高位右侧45度角的你。皮尔斯和加内特脸色骤变，科比竟然传球了。皮尔斯急忙收住脚步，转身朝你扑去，但已经来不及了。你接到球，空位出手，一记超高弧线的3分球划过半空，唰，空心入网，78比93，分差缩小到15分。距离比赛结束还有5分钟。科比怒吼着，唾沫横飞，激动地挥舞手臂。在他眼里，你已是球队的救世主。整个湖人队的气势瞬间被点燃。菲尔杰克逊吹着口哨，一向稳如泰山的他也不禁兴奋起来。该死的，皮尔斯，别管科比，盯紧那个华夏球员。里弗斯气得直跺脚，冲着场上怒吼。皮尔斯脸色阴沉，看向你的眼神充满杀意，就是这个饮水机球员，害我被骂。他咬牙切齿，给隆多打了个手势，示意要单打。隆多在后场将球传给皮尔斯，皮尔斯运球过半场，径直朝你冲来，你挡在他突破的路线上，毫不退缩。皮尔斯脸上露出狠色，作为小前锋，他的身体素质在联盟中数1数2，即便是面对勒布朗詹姆斯，他也从未落入下风。一个瘦弱的华夏球员竟敢挑战我，他怒不可遏，卯足劲朝你撞去。砰！皮尔斯预想中你会被撞飞，然而他感觉自己撞上了一块铁板，身体不受控制的向后倒去。皮尔斯连连后退，最终无法卸掉那股力量，一屁股摔倒在地，全场瞬间鸦雀无声。观众们面色古怪地看着皮尔斯，满脸疑惑，他在演戏吗？嘟！裁判哨声响起，判了你阻挡犯规。No！ 科比捂着头，第一个冲上去理论，这分明是进攻犯规。皮尔斯在假摔，裁判却坚持自己的判罚，他撞倒了皮尔斯，阻挡犯规。科比无奈地走回来，拍了拍你的肩膀，伙计，别沮丧，你的防守很棒，继续保持。你嘴角微扬，心里只有兴奋，沮丧不存在的。刚才与皮尔斯的碰撞，紫元墩身体天赋的力量再次展现，那种力量让你感觉自己能在 NBA 横着走，甚至打橄榄球都能成为巨星。皮尔斯躺在地上，
听着球馆的欢呼，脑子还有点发毛，头晕，浑身酸痛，尤其是相撞的地方，像被针扎了一样。这他妈太离谱了！这家伙体内藏了头怪兽吗？队友们围上来，将他拉起来。伙计，演得太棒了！这阻挡犯规太提士气了。雷阿伦激动地说道：“就是要有这种态度，为了赢，不惜一切代价。”加内特拍着他的脑袋，皮尔斯一脸懵逼，演技阻挡犯规。他瞬间明白过来，自己被误会了，感情我被撞飞，大家以为我在演戏。他欲哭无泪，但想了想，还是决定将错就错，不然名声都保不住了。他看向你，眼神中多了几分忌惮，下次绝对不跟这家伙硬碰硬。皮尔斯心里暗骂：再撞一次，这把老骨头怕是要散架。凯尔特人继续进攻，隆多运球指挥，雷阿伦跑出空位，抬手一记3分，球稳稳入网，分差再次拉大到18分。这是自你上场后，凯尔特人第一次阵地战得分，球馆瞬间爆发出山呼海啸般的欢呼。湖人有个爆发的华夏球员，但我们有雷阿伦。有人喊道。雷阿伦高举双手，模仿了你的庆祝动作，眼神挑衅的瞥了你一眼。该死的，要不是裁判误判，这球本该是我们的。科比罕见的抱怨道：“稳住，我们还有机会。”你拍了拍他的肩膀，语气平静却坚定。科比深吸一口气，情绪渐渐平复。湖人进攻，科比全力为你做球，但皮尔斯紧盯着你，完全不给接球机会。你突然反向跑位，直奔中场 logo 位置，全场一片懵逼。这什么操作？这么远接球，怎么进攻？科比虽然疑惑，还是把球传给了你。皮尔斯站在2米外，双手张开，脸上挂着嘲讽：“跑这么远接球，不还得回来吗？”你运球向前2步，吸引皮尔斯和雷阿伦包夹。就在他们以为你要投3分时，你突然将球传给空位的科比。科比扬手一投，篮球划过高高的弧线，刷得空心入网。Yes！ 科比仰天怒吼，撕扯着球衣冲向你，与你击掌。这记传球妙到极致，科比胸膛起伏，仿佛心脏下一秒就要炸裂。湖人队其他球员疯狂地扑向你，激动的几乎要跳起来。皮尔斯愣在原地，心态彻底崩了。这家伙怎么可能这么细节？他脑子里一片混乱。总决赛的赛场啊，他到底什么来头？施了什么魔法？为什么偏偏在这时候爆发？还爆发的像个超级巨星。雷阿伦同样心情复杂。如果不是他包夹，科比哪有机会投进这记3分？里弗斯再次叫了暂停。此时的他不再愤怒，而是恐慌。球员们的信心已经开始动摇。尽管凯尔特人还领先15分，但接下来的局势会变得异常艰难。CT 无演播室，夸张！江华的表现简直是逆天。杨健惊叹道，心情像过山车一样起伏。苍天啊！江华这场比赛简直炸裂。杨毅激动得热泪盈眶。米国媒体看到了吗？这就是华夏球员的实力，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一飞冲天。这场过后，谁还敢嘲讽江华？谁还敢嘲讽华夏球员？排队道歉吧。XL 直播间，这还是我们认识的江华吗？太牛了！大部分球迷已经转变态度，开始疯狂支持你，期待奇迹的发生。当然，黑子们依然在嘲讽，就这表现了几分钟就牛上天了，你们真是没见过世面。评论区瞬间炸锅，骂战升级，场面惨不忍睹。北岸花园中心，凯尔特人队替补席一片死寂。谁能想到一个饮水机球员居然打爆了他们？连科比都没做到的事，他做到了。给我包夹他，必须限制住那个华夏球员。里弗斯咬牙下令，语气坚决。暂停结束，凯尔特人发边线球，隆多运球过半场，突破吸引防守后，将球传给雷阿伦。雷阿伦拔起就投，咣当一声，篮球弹框而出。加索尔拼死抢下篮板，湖人反击。费舍尔运球过半场，将球传给你。刚接球，皮尔斯和隆多立刻包夹上来，你强行出手打铁。凯尔特人反击，隆多突破上篮得手，81比98，分差拉回到17分，距离比赛结束还有4分多钟。里弗斯兴奋咆哮，包夹果然奏效，限制住他，湖人就完了。科比固然厉害，但这场比赛他毫无状态。加索尔也被加内特压制得死死，湖人已经无人能站出来得分了。冠军终究是我们的。里弗斯的不安一扫而空，只要稳住节奏，胜利就在眼前。球馆内，球迷疯狂欢呼，击败湖人的口号响彻全场。湖人队的士气跌至冰点，以连续3分带来的激情荡然无存。所有人都清楚，一旦你被限制，败局已定。科比表情痛苦，恨自己发挥失常。他无数次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后仰跳投扭转乾坤，但这场比赛他无能为力。该死的篮球就是投不进那该死的篮筐。伙计们，怎么了？打起精神来，我们还有时间逆转比赛。你拍了拍手掌，声音坚定。众人惊讶地看向你，仿佛被你身上散发的光芒吸引。可是你被限制住了。凯尔特人太卑鄙了，竟然对一名新秀使用包夹战术。奥多姆愤恨地握紧拳头。没关系，我的实力可远不止于此。你嘴角微扬，语气中透出强大的自信。科比和奥多姆对视一眼，满脸疑惑。他们清楚记得你的选秀报告上最突出的特点就是3分球，除此之外毫无特点。你尴尬地笑了笑，但很快你会让他们彻底改观。系统使用清风大辉篮球技能体验卡，你内心轻喝，热血沸腾。奇迹的时代的王牌选手，凯尔特人以为包夹就能限制你，太天真了。叮咚，使用成功，宿主将获得超高速运球，无定式出手，野性，自由进入Zone4大技能，时效为5分钟。系统的声音在你脑海中响起，你神色冷峻，眼神中透着嗜血的光芒。猎杀开始了，把球给我，我来终结比赛。你朝队友吼完，转身就往前场冲，留下奥多姆和费舍尔面面相觑。这小子疯了吧？一个只会投3分的新秀哪来的底气？更离谱的是，居然当着科比的面抢戏，到底谁才是老大？所有人齐刷刷望向科比，科比眯起眼睛，指尖无意识摩挲着护腕。刚才那7个不讲理的3分还在他视网膜上燃烧，或许就赌这一把。费舍尔刚运球过半场，你已经卡住弧顶，张开双手。隆多和皮尔斯瞬间像嗅到血腥味的鲨鱼包抄过来，却见你突然压低重心，篮球在指尖炸开一连串残影，啪啪啪，快的连视网膜都来不及反应的运球声中，2个防守悍将突然变成笨重的木桩。你一个炸球便像从人缝里钻出，后撤步退回3分线外时，身体已经扭曲成违反人体工学的弧度。篮球划着彩虹轨迹飞出去的刹那，你听见皮尔斯骂了句脏话，唰，计分牌跳动到84比98的瞬间，整个斯台普斯像被按了静音键，没人看清那个橘色小球是怎么穿过3层防守的，就像没人明白为什么这个华夏菜鸟眼里闪着掠食者光。你的运球像野马脱缰，变向、胯下、背后，所有动作都打破教科书规则，却快得让人头皮发麻。整个球馆陷入诡异的寂静，直到大屏幕慢放3遍，观众席才炸
炸开锅，居然还有2处运球连高速摄像机都捕捉不到。皮尔斯脸色发青，科比却咧开嘴角，这哪是落选秀，分明是块蒙尘的钻石，这是接球吧？解说室内杨健下巴都快掉到桌上，完全没逻辑的动作，偏偏快得离谱。杨毅猛拍桌子，10几年苦练都未必有这水平，他现在该愁的是话音未落，加内特的中投砸筐声打断了他，以猎豹般窜进内线抓下篮板，瞬间启动超高速运球，隆多刚摆好防守架势，就被你一个贴地变向过得干干净净。皮尔斯张牙舞爪扑来时，你急停变向接转身，球鞋在地板上擦出刺耳之。雷阿伦刚摆好拦截姿势，眼前残影闪过，只剩叶枫卷着你的球衣号码，你像炮弹一样轰进禁区，战斧劈扣的巨响震得篮架嗡嗡颤抖。10秒，从抢板到暴扣，比分牌瞬间跳到12分分差。比弗斯教练的领带歪了都没察觉，他盯着计分牌上3分30秒的倒计时，喉咙发紧。这个华夏小子刚才1挑3的突破，简直像在打2K 游戏开了加速管，拖时间，别给他们反击机会。他扯着嗓子吼，却看见雷阿伦他们眼神发飘，这些老江湖居然在怕一个落选秀。接下来3分钟，不知他还能整出什么幺蛾子。哐！雷阿伦的投篮砸得篮筐直冒火星，加索尔呲着牙抢下篮板，全场目光刷的锁定了你。现在你接球的瞬间，北岸花园球馆的嘘声里都带着颤音，野性 buff 全开的你根本懒得传球，面对3人包夹直接干拔，篮球滑出的弧线高的离谱，像要戳破球馆顶棚的聚光灯。砰！篮球砸在篮筐上弹飞，整个球馆的观众集体松了口气，看你投3分简直比看雷阿伦还刺激，每一球都像要命一样选着。加内特和皮尔斯已经卡好位置准备抢板，你却站在3分线外眯了眯眼，投不进那就开挂。纵状态瞬间激活，整个世界仿佛慢了，篮球的飞行轨迹、落点位置全在你脑子里清晰浮现。你猛地启动，像一道黑色闪电直插禁区，在加内特头顶硬生生把球摘走。全场哗然中，你运球退回3分线，抬手又是一记超高弧线3分，唰，空心入网。你攥紧拳头，感受着zone带来的变态增幅，力量、速度、弹跳、视野全拉满，连投篮手感都烫得发狂。这哪是打球，根本是开了修改器，场边炸了！我操，这华夏小子刚才是不是瞬移了？乔丹都没这么离谱，求了，让时间走快点吧，再打下去真要翻盘了。皮尔斯脸色发白，明明还领先9分，却像已经输定了。你舔了舔嘴唇，逆转，这才刚开始呢。每一回合你都在刷新他们的认知，最离谱的是你还在变强。上线不存在的。凯尔特人球员脸色铁青，而湖人替补席已经疯了，毛巾甩成残影。科比和加索尔吼得嗓子嘶哑，在他们最绝望的时刻，你就像撕破黑暗的那道光。隆多刚把球传出去，啪，你闪电般杀出，直接断球。纵状态下，你的反应快得像预知未来，一条龙快攻，身后的人连尾气都吃不到。急停，3分线外抬手，唰，篮球带着火星划过高弧线，空心入网。凯尔特人彻底慌了，开始丧心病狂的包夹你，甚至不让你接球。但这样一来，科比抓住机会，连进2记中投，96-98，最后1分钟分差只剩2分。NBA 总决赛史上最大逆转，近在咫尺。CT 无眼波士，二杨对视一眼，从对方眼里看到了同样的震撼。这表现简直像巅峰乔丹附体。杨健摇头苦笑，沉寂1赛季，突然炸成这样，离谱！杨毅盯着屏幕喃喃道：“这哪是角色球员，根本是超级巨星，运球、爆发力、投篮，乔丹来了都得喊声大哥。”有几个回合，杨健顿了顿，我甚至怀疑他是不是人类。现在我只想知道，杨毅突然笑，他未来能强到什么程度？这比赛天平已经彻底倒向湖人了。杨毅推了推眼镜，眼神锐利。凯尔特人不是不强，只是运气差了点。而此时的 XL 直播间炸了，卧槽，这还是将3分，运球、突破、防守全拉满，这水平当饮水机管理员，教练眼瞎了吧？凯尔特人还领先2分，没用，湖人必翻。场上隆多突分，雷阿伦空切抛投，唰，空心入网，分差拉开到4分。这次他没敢挑衅，而是闷头回防，空气凝固，胜负就在下一秒。你底线接球，连续晃过皮尔斯和隆多，杀进禁区，迎着加内特折叠拉杆，换手上篮命中，96-98。皮尔斯不信邪，弧顶单打你，变向突破，然后啪，你闪电切球，他连尾灯都看不见。等他回头，你已经在前场轻松上篮得手，98-98，追平比分，全场死寂。这已经是今晚第 N 次被你硬生生按成静音模式。皮尔斯终于懂了，单挑你纯属找死。嘟，里弗斯满头大汗喊出最后一个暂停，声音嘶哑，听好了，球给加内特，别特么在外线浪投，尤其是你皮尔斯，在单挑江华我直接把你摁板凳上。他攥紧战术板的手在抖，33分优势居然被这华夏小子一个人撕碎，现在晚了，最后一防，所有人锁死江华3分。里弗斯红着眼拍椅子，宁可送他上罚球线，也别让他投篮。湖人替补席菲尔杰克逊只说了5个字，球给江华，连科比都沉默点头。最后33秒，隆多与帕金斯打挡拆，突破到禁区后假装给跟进的帕金斯传球，然而篮球在手中旋转了一圈，手腕一抖，向着另一个方向飞去。加内特中距离，唰，100-98，全场爆发出劫后余生的尖叫。凯尔特人替补席已经有人开始抹眼泪。24秒，你底线接球推进，科比等人瞬间清空半场，全球直播镜头都在颤抖。这一球，要么封神，要么成鬼。全场观众屏住呼吸，2万双眼睛定在你身上，连呼吸声都被掐灭。20秒，你停在弧顶，指尖轻点着篮球，任由计时器1秒1秒吞噬希望。18秒、17秒，科比绷紧了下颌线，手指无意识的在球裤上擦了2下，他快忍不住了。13秒，你突然启动，皮尔斯刚扑上来就被你一个变向甩开，隆多补防的瞬间你转身抹过，球鞋在地板上刮出刺耳的尖叫。加内特堵在禁区，咧开嘴笑，来啊菜鸟！他张开双臂像头兴奋的棕熊，老子可是 DPO 啊！湖人替补席集体爆头，科比、加索尔、奥多姆等人都是绝望的捂着脑袋挑战加内特，疯了吗？而你迎着加内特起跳，双手举球的样子像个虔诚的祭品。加内特狞笑着劈下来，胳膊抡圆了砸向你手腕，啪！裁判哨响的刹那，你滞空的身体突
突然拧成一道反弓，球呢？此时此刻，你整个人被掀翻，像断线的风筝一样往下坠。就在你后背即将砸地的瞬间，无定式投篮发动，你手腕一抖，篮球从指尖甩出，划出一道诡异的弧线，全场死寂。篮球在框沿上跳舞，蹦蹦蹦。反复弹了几下，唰的一声落入篮网中，球进，100比100。距离比赛结束还剩下0.9秒的时间。嘟！裁判哨响，判罚加内特打手犯规，江华加罚1球。全场2万名观众双手抱着脑袋，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地看着球场上2+1啊！为什么这个华夏球员在失去重心的情况下，都快掉到地上，还能够将篮球投出去，而且还能投进？场边，里弗斯皱着眉头看着加内特，摊着双手，似乎在质问这是什么情况。加内特愣在原地，回忆着整个过程，想到了在犯规前你微微上扬的嘴角，表情瞬间大变。他连连后退了2步，看向躺在地上的你，眼睛里带着惊骇。这个华夏新秀是故意在引诱自己犯规。我进，这球进得漂亮！湖人队的球员们疯狂地跑到你身边，将你拉了起来，又是拍脑袋，又是拍胸口，激动得难以言表。刚才闪过的质疑更是已经烟消云散。罚球一定要罚进啊！科比重重地拍着你的肩膀说道，眼神中满是期许。你轻轻点头，站上了罚球线，深吸一口气，轻松命中罚球。101比100，湖人队获得1分的领先优势。距离比赛时间结束只剩下0.9秒，而凯尔特人队已经没有暂停了，只能从后场发球。隆多从后场将篮球发给皮尔斯，后者直接将篮球狠狠地甩向前场。伴随着比赛结束的哨声响起，篮球也落到了球场外。你以1记2+1的进球绝杀了比赛。湖人队所有队员都变得疯狂起来，替补席的球员们冲进球场，与科比等人一起将你围在中间，又蹦又跳，庆祝着这来之不易的胜利。这一晚，在比赛的最后10分钟，他们亲眼见证了奇迹是怎样发生的。总比分变为3比3，由此这轮系列赛的悬念将继续延续下去，进入抢七大战。凯尔特人队的球员们落寞离场，他们怎么也没想到这场比赛会是这样的结果，领先33分呢，就这么被逆转了。谁能想到一名看守饮水机的新秀球员会在垃圾时间里爆发出如此大的能量？虽然很不甘心，但这场比赛的结果已经注定，如何限制你的发挥，将会是他们在抢七大战中面临的最大问题。而此时现场2位解说激动地说着这不可思议的最后一节，情绪处于亢奋状态。听着解说的声音，球迷们愤怒摔着手中的应援牌子，击败湖人队的字样是那样醒目，又如此刺眼。球场上疯狂的庆祝过后，湖人队的球员们向着球员通道走去，返回了更衣室。北岸花园球馆，湖人队更衣室，欢呼声从里面传出来，大家都还沉浸在逆转比赛的喜悦中，就连科比这位认为工作还没有完成的冷酷球员，脸上也是带着笑容，激动的情绪还没有缓和过来。我发誓，这是我看过最疯狂的季后赛表演。耶！我喜欢华夏，我喜欢华夏人。这场比赛过后，你再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江华了。从无人问津到万人瞩目，你只用了10分钟。正在这时，系统的声音突然在江华脑海中响起：叮咚！恭喜宿主完成任务，现发布奖励。恭喜宿主获得3000成就点，技能融合碎片50，你的成就点累计达到1万点，可进行1次抽奖。请问宿主是否要选择抽奖？系统问道。进行抽奖，你毫不犹豫地说道。当前是球队争冠的关键时期，自己的实力当然是越强大越好。叮咚，开始抽奖，转盘高速旋转起来，最后慢慢停下。恭喜宿主获得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初始等级为高级。你听着声音，不由得激动起来。雷鸣运球，仅仅使用3指就能够制造出震耳欲聋的响声和速度。运球手指升到4指后，可让篮球像消失般迅速过人。运球手指升到5指后，运球速度更是如电光火石一般。你将意识转回到现实中，队友们还在庆祝。咚咚咚，这时更衣室外有人敲门，进来一位工作人员，有些错愕地说道：“马上就要到赛后采访的时间了。NBA 官方和多家媒体都要求江华出席。”众人皆是露出震惊之色，纷纷看向你。你也是有些懵，有些疑惑地指了指自己。上一次被采访是什么时候？你已经不记得了，好像就是刚刚加盟湖人队召开发布会的时候。当然，江值得被采访。科比笑着说道：“示意你跟着他走。”同行的还有主教练菲尔杰克逊。3人穿过长长的廊道，来到了采访间。刚刚进入采访间，3人都是被吓了一跳。只见偌大的采访间里满满的全是人和摄像头，几乎达到了人挨人的程度。大致扫了一眼，最少得有200多家媒体。即便是科比也有些惊讶，这阵势可真是太大了。3人入座，所有的摄像头都齐齐地对准了你。江，因为你的逆天发挥，完成了33分的史上最大总决赛逆转，让这个系列赛进入了抢七大战。请问你对于抢七大战有什么期待？毫无疑问，总冠军。我一定会帮助球队击败凯尔特人队，拿到本赛季的总冠军奖杯。你淡淡说道，语气中透着强大的自信，更是霸气十足。记者们皆是一惊，这气势特么是饮水机球员会有的吗？相比于湖人队采访间人挤人的盛况，凯尔特人队的采访间就显得有些冷清，只有寥寥不到100家媒体。里弗斯，抢七大战中你会对江华做出针对性的防守吗？ No， 完全没有必要。我知道湖人队肯定会在抢七大战中增加江华的上场时间，但他最大的技术特点也只是投3分而已，13投10中。我不相信下一场比赛他依然有这么恐怖的命中率。里弗斯面色镇定地说道，内心却是在疯狂吐槽，这还用问？肯定要做针对性防守啊！哪怕这个华夏新秀命中率下降，但是投进3-4的3分球也无法接受。完成赛后采访后，记者大军纷纷回到各自所在的企业，开始疯狂加班写稿。这场比赛可报道的内容真是太多了，而赛后采访的内容更是充满了话题性。第二天，大洋彼岸的华夏，有关湖人队和你的报道同样席卷全网，更是引发了全网球迷的热议。一时间，你成为了整个华夏最热度的体育人物，甚至超过了为奥运会备战的体育明星们。你真正做到了一战成名。此时，迈阿密热火队总裁办公室，帕特莱利正在翻阅着能收集到的所有关于你的资料。就在这时，一个高大的身影推门而入，正是热火队当家球星德怀恩·韦德。我进，你看了昨天的总决赛了吗？那个华夏新秀表现真的是太逆天了，我都忍不住要成为他的粉丝了。韦德表情夸张地说道，很是兴奋。当然，看看我现在正在干什么。莱利说道，指了指桌子上的资料。韦德点头，冲着莱利竖起了大拇指。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想跟莱利聊一下江华。
打完总决赛后，江华就会成为自由球员。等到自由球员市场开启之后，或许热火队有机会签下这位未来之星。洛杉矶湖人队总经理办公室，普库切克正美滋滋地想着自己慧眼识珠签下了江华，桌子上的电话突然响了起来，是湖人队老板杰里巴斯打来的。喂 ，boss， 请问有什么事吗？签约江华的事情你做得很不错，但他的合约马上到期了，我要你现在飞往波士顿，不惜一切代价将江华留在球队。杰里巴斯语气中带着迫切，不惜一切代价，签约合同有上限吗？普库切克有些懵逼，这个可不好判断啊，没有上限，只要符合联盟规则，签多大的合同都可以。这个华夏落选秀很有天赋，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杰里巴斯说道，很是兴奋。次日 ，NBA 总决赛迎来抢七大战，赛前3个小时，热情的球迷们完全攻陷了北岸花园球馆。虽然上一场比赛凯尔特人队被湖人队完成了33分的大逆转，但这并未让球迷们失去信心，他们依然坚信铁血绿军是不会被这点挫折击倒。球馆内，两支球队正在接受赛前采访。湖人队采访间，菲尔，上场比赛江华打出了逆天表现，帮助湖人队逆转比赛。请问本场比赛你会让江华扮演重要的角色吗？有记者问道。或许吧，我会给江华几分钟的上场时间，然后观察他的表现，希望他能够延续上一场比赛火热的状态。菲尔眯着眼睛，淡淡的说道，让人看不透他的心思。记者们纷纷点头。虽然你在赛后采访中装了一大波逼，但是大家还是保持着质疑。现在菲尔的话听着才正常。上场比赛的赛后采访是什么鬼？说江华能成为另一个科比，简直离谱。表现好就留在场上，表现不好就换下场。NBA 的赛场就是这么残酷，何况这还是总决赛的抢七大战，主教练在用人方面肯定会很小心谨慎。真正能够决定比赛走势的还是科比、加索尔这些王牌球员。至于这位落选秀，可能上场几分钟扔2个3分球就被换下场。科比，你在这个系列赛中的发挥非常不稳定，请问是伤病影响你，还是凯尔特人队的防守影响你？即将开始的抢七大战中，你会担心自己的状态吗？有记者问道，转移了采访对象。No， 毫不担心，我渴望胜利，不管状态如何，我都会拼尽全力去赢下比赛。科比简短的说道，神情冷酷。上场比赛的赛后采访你也听到了江华的那些话，你认为他能实现那些诺言吗？当然，他看着可不像是在开玩笑，我很期待。科比说道，耸了耸肩，脸上竟是露出一丝笑容。想到江华在训练赛中的表现，科比便有些兴奋。这个华夏落选秀，或许在今晚的抢七大战中还能够打出惊艳世人的表现。记者们一脸懵逼，这是想夺冠想疯了。堂堂 NBA 第一巨星科比布莱恩特竟然期待一名落选秀去帮助球队，简直难以置信。凯尔特人队采访间，里弗斯，即将开始的比赛中，你认为对你们威胁最大的球员是谁？有记者问道。毫无疑问，科比布莱恩特，他可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得分手之一，我们必须想办法限制他的发挥。里弗斯说道，语气中带着敬佩。那江华呢？有记者突然问道。Are you kidding me？ 里弗斯做出了极为夸张的表情，表示对记者的问题感到震惊。我不认为江华的表现能够超过科比。他继续说道，脸上露出自信的表情。上一场准备不足，让这个华夏落选秀在球场上为所欲为。这一场比赛已经做了针对性的防守策略，只要这个落选秀登场，定防的让他怀疑人生。记者们听了也是一笑，这个问题确实多余。江华怎么能跟科比相提并论呢？雷阿伦，江华豪言要在本场比赛中再次扔进10个3分球，对此你怎么看？记者转移了话题，连续2场投进10记3分球，在整个 NBA 历史上都没有出现过，我没有做到，雷吉米勒也没有做到。至于江华，幸运女神已经降临过一次，如果再降临第2次，那对我们是不是太不公平？雷阿伦沉声说道，没有直言，但意思也很明显。你有信心在本场比赛投进比江华更多的3分球吗？毋庸置疑，3分球可是我在 NBA 立足的武器。雷阿伦自信说道，霸气十足。之后，凯尔特人队和湖人队在更衣室换好衣服后，便通过球员通道跑到了球场上。聚光灯下，每一位球员皆是面色严肃，眼中闪烁着如烈火一般的斗志。在充满绿色的海洋中，湖人队紫金的配色显得有些孤独，就像是被包围了一般。喧嚣声四起，在这种压抑到喘不上气的氛围中，决定冠军归属的抢七大战一触即发。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北岸花园球馆观看 NBA 年度总决赛的抢七大战。谁能够赢下抢七大战，获得本年度的 NBA 总冠军呢？真是紧张又期待啊！负责本场比赛解说的飞猪巴克利激情四射地说道。现场的氛围已经烘托到极点了，接下来就看凯尔特人队和湖人队将为我们奉献怎样精彩的表演。另一位解说雷吉米勒也是满满期待地说道。老伙计，你个人认为谁能赢下抢七大战，获得总冠军？巴克利挑眉问道，一脸的坏笑。我很看好凯尔特人队，毕竟在之前的6场比赛中，凯尔特人队展现出碾压般的实力，而湖人队能够与凯尔特人队打到抢七，我认为很大一部分要归功于运气。雷吉米勒哪怕他知道巴克利是在挖坑，也依然毫不犹豫地跳了进去。球场上，球员们已经完成了赛前热身，回到替补席，听着教练做最后的战术安排。同时，双方的助理教练也将本场比赛的首发名单交到了统计台。紧接着，大屏幕上就显示出2支球队的首发名单，以江华的名字赫然在其中。现场响起一片哗然之声，然后更多的是嗤笑。让一个饮水机管理员在抢七大战中首发登场，菲尔的脑袋是秀逗了吗？不过这样挺好，凯尔特人队应该能轻松赢下比赛，总冠军就要到手了。让一名整个常规赛就投进1个3分球的落选秀，在总决赛抢七大战中首发登场，这应该也是 NBA 历史头一遭。不管比赛赢不赢，菲尔已经用这样的方式名垂青史。此时的湖人队替补席，所有球员的目光都集中在菲尔杰克逊身上。菲尔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说道，系列赛打到现在，我们总是不被看好的那一支球队，但我知道我们是最强的，现在去赢下比赛，夺得总冠军。是，众位球员大声吼道，气势十足。5位首发向着球场上走去。江，菲尔突然叫住了你，回过身来，眼神中带着一丝疑惑。
期待看到你的三分表演。菲尔认真说道，对于你寄予厚望，你也是微微动容，这种被信任的感觉还真不错。你比划了一个 OK 的手势，淡淡的又带一点逼范说道，放心吧，让我首发登场是你最正确的决定。菲尔一愣，随即笑了笑，这个华夏落选秀还真年少轻狂啊，让你首发，他也背负了巨大的压力。不过他也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后才做出这个决定。如果因为你的原因输掉了这场抢七大战，那他下个赛季就可能回老家钓鱼了。所以这是一场赌博，还是好赌，赌约就是总冠军奖杯。菲尔努力让自己沉心静气，这绝对是他执教生涯这么多年来最紧张的一场比赛。这边你刚刚站到球场上，脑海中就响起了系统的声音，叮咚，检测到宿主正在参加抢七大战，现发布任务，帮助湖人队赢下抢七大战，获得冠军。任务奖励5000成就点，黄濑凉太模仿技能体验卡1张，时效10分钟。作为奇迹时代中的一员，黄濑凉太这个技能也是非常的变态，可以模仿自己看过一次的动作并进行加强来使用，又是 buff 一般存在的超级技能。这场比赛于情于理于任务奖励，你都必须赢下。你的眼睛里闪烁着强烈的斗志。嘟，裁判一声哨响，哈，加索尔身体更高，臂展更长，轻松将篮球拍了出来。费舍尔抢到篮球，运球过半场后给到科比弧顶持球，与提到高位的加索尔进行挡拆。这是湖人队经典的挡拆配合，因为加索尔具备中远距离的投篮能力，所以挡拆之后的进攻选择非常多。这一次完成挡拆后，科比直向篮下突破而去，瞬间凯尔特人队有3人收缩到禁区，对着科比展开了史无前例的残酷夹击。不管如何都不能让科比发挥，他的进攻能力太可怕了，如果爆发的话，后果不堪设想。整个系列赛不管比赛局势如何，凯尔特人队至少会有2名球员的目光集中在科比身上，准备随时包夹。都说2010年的 NBA 总决赛，科比遭受到了 NBA 历史上最强的铁血防守，但其实今年的总决赛中，他遭受的防守强度同样恐怖。看到3名球员奔科比而来，他丝毫不慌，跳起来做出一个拉杆的假动作，手腕一抖就传了出来，你在右侧底角接到了篮球，空位。全场观众在这一瞬间都闪过一丝紧张的情绪。上一场你的表现如同噩梦一般缠绕着他们，让他们心有余悸。你还没投篮，科比就高举着双手，比划出了 OK 的手势。之前凯尔特人队敢肆无忌惮的包夹科比，是因为球队外线没有稳定的3分投手，最准的五甲西奇常规赛还可以，但到了季后赛难堪大用。而现在不同了，有了你这个稳定的3分投射点，凯尔特人队的每一次包夹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你看到科比的庆祝动作，嘴角一抽，轻松将篮球投了出去。老大，你这实力抢戏啊！篮球在空中划过一道恐怖的抛物线，如导弹一般坠入篮筐中，唰，空心入网，全场哗然，恐怖的记忆涌上心头。难道这个华夏落选秀又要开始自己的表演了？这是什么狗屎运？偶然，这记3分球绝对是偶然，精彩的3分球啊！江华进入首发之后，完全不怯场了，开场就是一记3分球的命中，而且科比还提前做出了庆祝的动作，看起来对江的3分投射能力很有自信。巴克利激动地说道，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想当年他因为骑士大摇而被实力打脸，被迫亲吻了驴屁股，现在再次面对一名华夏球员的时候，再也不敢嘲讽骑士了，因为心理阴影太重。大惊小怪，伙计，你太夸张了，不过是一记空位3分而已，只要是个投手都能命中。如果江华连这种3分球都投不进的话，那就是饮水机管理员的水平了。我忘记了，他之前本来就是饮水机管理员。雷吉米勒淡淡的说道，很是不屑，带着强烈的个人情绪。是吗？或许将是 NBA 历史最强的饮水机管理员呢？巴克利有些期待。雷吉一愣，随即道，那也是饮水机球员。3比0，湖人队开场获得领先优势。东部队进攻，隆多运球过半场后，高举左手比划出要打的战术。加内特提到高位与之挡拆，湖人队没有换防，而是选择绕前追防。毕竟费舍尔只有1.85米的身高，换防的话，对上加内特2.11米的身高，完全被吊打。虽然追防，但已经上了年纪的费舍尔完全跟不上隆多的速度。事实上，费舍尔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如此，在防守端从来防不住速度快的后卫。隆多突破到篮下，吸引到加索尔的补防，随后他将篮球高高往天上一扔，帕金斯跳起来，双手接住篮球，狠狠地砸进篮筐，完成一次空中接力，篮筐轰隆隆作响，球馆中响起了热烈的欢呼声，球迷们将击败湖人的应援牌高高的举了起来。里弗斯站在场边，很是满意的点点头，这就是自己调教出的凯尔特人队，不仅有能力突出的3巨头，球队战术素养、球员配合皆是联盟顶尖。湖人队拿什么跟凯尔特人队相提并论？就凭科比吗？还是说这个突然爆发的华夏落选秀，抢七大战的胜利一定属于凯尔特人队？伙计们，加强防守，给我把这个华夏落选秀打出原形，让菲尔知道一下安排一个饮水机球员打首发位置是多么愚蠢的决定。里弗斯激情四射地说道。湖人队进攻，费舍尔运球过半场后，再次将球传给科比。虽然是球队首发控卫，但费舍尔更像工具人，只是负责将球运过半场，因为他的传球和组织能力比较一般。科比弧顶运球突破，同时你通过一个交叉掩护，跑到了左侧45度角的位置，篮球呼啸而来，科比第一时间将篮球传了过来，展现出强大的传球能力。你接球，皮尔斯绕过掩护，带着其凶狠的气势扑了过来，不是防守，你直接强行跳投3分球，咣当，篮球弹框而出，并未命中。皮尔斯振臂高呼，冲着你说道，小子，上一场比赛是你运气好，这场比赛你休想在我的防守下再投进一个3分。你耸耸肩，直接无视，转身回防。全场观众皆是长出一口气，原来是虚惊一场。嘿，这个华夏落选秀的神奇表现到此为止了，他投不进3分球了，在球场上就没用了。VIP 厅，韦德面色古怪，这个华夏落选秀到底是给凯尔特人队的球迷们带来了多大的心理阴影？每次投篮都能够在球馆中引发如此激烈的反应，不合理。他的这次3分投篮完全就是浪投，很明显刚才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出手机会。作为一名3分射手，连出手时机都判断不准确的话，那就是球队的毒瘤，只会浪费球队一次又一次进攻机会。当凯尔特人
人队提高防守强度时，他的很多运气球都会打铁。雷吉米勒说道，略微有些得意。球场上，凯尔特人队进攻，雷阿伦跑出空位，接到隆多的传球，面对科比的扑防，沉着冷静地投出了一记三分球，唰，空心入网。君子雷微微撅起嘴角，冷峻的面孔下隐藏着杀手本色，全场沸腾。这他妈才是三分神射手，稳定才是一位神射手该具备的重要素质。漂亮，雷阿伦的三分球姿势永远让人陶醉，沉迷其中。同样是面对扑防的三分投射，将的水平就差了很远。雷阿伦不愧是现役的三分王，着实给这个落选秀上了一课。雷吉米勒兴奋地说道。巴克利有点郁闷，难道赛前的坑都白挖了？这么打下去，很快湖人队就会像上一场比赛毫无还手之力的。雷吉不仅没打脸，赛前的预测都实现了，这哪是挖坑，分明是给雷吉铺了一层垫脚石啊！湖人队进攻回合，科比运球过半场，将球传到了加索尔手中，加索尔单打没找到进攻机会，只能再传到外线的奥多姆手中。你来回跑位，但被皮尔斯看得死死，只能是跑到三分球2米开外的位置接球。很显然，湖人队开场的进攻策略就是以你为进攻核心。奥多姆将球传了过来，你接球后直接做出了投篮的姿势，绿间真太郎超高弧线三分技能再次开启，顶着皮尔斯的扑防投出一记三分球，又来，这次三分出手更加离谱，不仅顶着防守强投，还是一记超远三分，又浪费了一次进攻机会。这样愚蠢的投篮会非常打击球队的士气，并且会打断球队的进攻节奏。雷吉米勒快速说道，眼中全是失望与不满。可话只说到一半，他就闭上了嘴巴，露出了错愕的表情，因为他看到篮球像是精准制导的导弹一般，直直的掉入了篮筐中，篮网泛起涟漪，如同浪花一般美妙。进了，这都能进，绝对是运气。雷吉米勒只能将其归结为运气，真的是运气吗？巴克利忍不住说道，脑海中回想起上一场比赛中，你也有一次中场 logo 的投篮表演，与刚刚的这次进球何其相似。雷吉米勒没有回应，表情变得严肃起来。现场球迷发出一阵阵惊呼，刚刚放松的心又紧张起来，不由担心起来。伙计，你运气不错，竟然又命中一记高难度的超远距离三分球，但是到此为止了，我不会再让你有投三分球的机会，有种你本场比赛就站在中线附近投三分，我看你能扔进几个。皮尔斯冷声说道，面色也是阴沉下来。被一名饮水机球员在2场比赛中连续颜射超远距离三分，这未免有些丢人。听了这话，一步厚道的笑了笑，原谅了皮尔斯的无知，扔进几个，只要自己愿意，所有的三分投篮都可以在中线附近完成。要知道，绿间真太郎超高弧度三分的射程是在半场，只要过了中线，那就有60%的命中率。凯尔特人队进攻，隆多运球过半场后打了一个手势，队友们便开始跑位。很快，雷阿伦在右侧45度角的位置跑出了空位，隆多及时将篮球传了过去。很明显，这个战术就是专门为雷阿伦设计。既然刚才你投进了 answer ball， 那必须再让雷阿伦做出回应。君子雷手起刀落，再次干脆利索的投出一记三分球，可惜力道稍微小了一点，篮球咣当一声弹框而出。加索尔保护住后场篮板，随即将球传到科比手中，反击。科比再次将球传到你手中，你运球一步跨过了中场线，停在了巨大的 logo 上面，再次做出了投篮的姿势。这一瞬间，全场观众头皮发麻，皮尔斯更是瞪圆了眼睛，难以置信的看着这一幕。想到自己刚才说的话，他不觉有些惊悚。难道这个饮水机管理员真的要再次投出一记超远距离的三分球？这个想法刚刚闪过他的脑海时，你就跳起将篮球投了出去，不是勉强出手，也不是被逼无奈的出手，就是普普通通的一次三分投篮的正规动作出手。你的身体在空中舒展开来，手腕轻轻一抖，篮球飞了出去，划过一道高高的长长的弧线，唰，空心入网，如同炸弹投出水中，掀起了巨浪一般的浪花。球馆出现了短暂的寂静，所有人皆是目瞪口呆的看着这一幕，甚至有些球迷手中的零食都毫无察觉的掉到了地上。接着，整个球馆出现了巨大的喧哗声。不是说投不进了吗？为什么连续投进2记超远距离三分？我是眼瞎了吗 ？No， 这可是抢七大战啊！怎么会让一名落选秀惊艳全场 ？VIP 厅里，原本准备喝杯香槟的韦德看到你的三分球，猛地站了起来，酒杯中的酒也洒了一地。旁边的帕特莱利亦是如此，两人对视了一眼，都看到了彼此眼中的震惊。总裁，或许我们这一趟真的来对了，这个华夏落选秀的表现真的惊到我了。韦德喃喃道。莱利则是紧握着拳头，眼中闪烁着狡黠的光芒，已经在思考如何用最经济实惠的方法将你签约下来。又进了，巴克利有些结巴的说道。想到自己刚才的猜测，不禁流下一身冷汗。这他妈是运气，胡扯吧，伙计，你怎么看？巴克利看向一旁目光呆滞、满脸错愕的雷吉米勒，将这2记三分球着实把我震惊到了。现在我应该重新评估一下他的三分球能力了，很难想象他能够连续投进 logo 3分，这真的是太神奇了。雷吉米勒呆呆的说道，震撼的无以复加。呵呵，我还以为你又要说这是运气。巴克利淡淡的嘲讽道，心中暗数，看来自己的坑还是坑啊。球场上，皮尔斯看着正在欢呼庆祝的你，郁闷到了极点，让他投中场 logo 3分，他还真投啊，还投进了，这他妈真是连1分钟都没过就被他的实力打脸，不行，必须找回这个面子。隆多运球过了半场，皮尔斯主动上前要球，然后做了2个假动作后，顶着你的防守投出一记三分球。你早已发动了金川智纪最强之臂技能，降低了皮尔斯的投篮命中率。咣当，篮球弹框而出，湖人队保护下后场篮板，迅速反击。科比运球突破到禁区，哪怕有上篮机会都没有进攻，而是将球传到了外线的你手中。你如利刃出鞘，再次投出一记三分球，唰，空心入网，连续3记三分球，比分也来到12比5，湖人队获得7分领先优势。场边的里弗斯看到这一幕，脑门上青筋暴起，连忙叫了暂停。这跟自己预想的剧本完全不一样，再这么让他投下去，不出半场比赛就要进入垃圾时间了，还何谈夺冠？皮尔斯，
斯，什么情况？你可是要拿总决赛 MVP 的球员，怎么会让一个落选秀给打爆？里弗斯有些生气地说道：“抱歉，教练，是我的错，我会尽力防住这个华夏落选秀的。”皮尔斯咬牙切齿地说道，也是愤怒到了极点，他就感觉自己在被你戏耍一般，不是尽力，是一定，这可是抢七大战，容不得我们犯任何错误，因为很可能一个小细节的失误就会让我们丢掉总冠军奖杯。里弗斯严肃地说道，揉了揉自己的眉心，没想到自己担心的事情真的应验了，这个华夏落选秀还真就又爆发了。现在想想，在赛后采访时将说的那些话真不是危言耸听。万幸的是，昨天晚上他针对你连夜设计了一个防守战术，希望这个战术有用吧。现在湖人队的进攻核心就是江华，他最常用的进攻方式就是接球投篮，所以我们只要切断他和队友的联系，阻止他接球，就能阻止他投3分。里弗斯一边说，一边画着战术，心里祈祷这个战术一定要有效果。湖人队替补席，菲尔站在球员们中间，快速布置着新的战术。开场以你为进攻核心的战术非常完美，你也没有让他失望，发挥出强劲的实力，帮助球队获得了领先优势。可以预见，暂停后的凯尔特人队一定会加强对你的防守，所以现在是时候让你去吸引防守，然后让科比和加索尔这对湖人双核开始进攻。抢七大战不仅是球员们的战斗，也是双方教练之间的博弈。不知道如果里弗斯知道此时菲尔的战术会怎么想？毕竟菲尔精准的预判了里弗斯的预判。暂停回来，双方依然是首发阵容，毕竟比赛才打了3分钟，还没到换人的时候。凯尔特人队率先进攻，隆多弧顶持球寻找队友，发现都被看得死死的，而防守他的费舍尔则是在1米远之外。因为隆多的投篮能力极差，所以湖人队的策略就是完全放他中远距离投篮。隆多见此也不客气，双手合球酝酿了一下，投出一记远距离跳投，咣当弹框而出。隆多也是无奈摇头，对于自己的投篮手感完全没有自信。奥多姆保护下后场篮板，随即传给科比，科比运球过半场，明显发现凯尔特人队的防守发生了变化。果然如菲尔猜测的那般，防守重心向着江转移了，至少有2名球员的注意力集中在给江传球的路线上。见此，科比果断自己进攻，突破禁区后假传真投，完成一记中距离出手，唰，空心入网。湖人队继续扩大着领先优势。接下来几分钟已被凯尔特人队严防死守，连接球的机会都没有。但湖人队的进攻节奏并未中断，当家球星科比开始展现出自己强大的进攻能力，连续得分，这让凯尔特人队的防守有些顾此失彼。而在湖人队超强的防守压力下，凯尔特人队的进攻也如同便秘，时有时无，很不稳定。你注意到当第一节比赛打到最后2分钟时，比分为29-18，湖人队已经获得了11分的领先优势。里弗斯站在场边，看着球队攻防都陷入到泥潭之中，肺都要气炸了。打了这么长时间，他又何尝看不出来湖人队战术调整的变化？菲尔真是狡诈，放着手感火热的江不用，竟然让他充当诱饵，给科比制造进攻机会，而自己还傻乎乎的把防守重心放到了江身上，真是太愚蠢了！包夹科比！里弗斯大声喊道，及时改变战术。想来这个华夏新秀近6分钟没有接球，手感也该凉下来了。随着里弗斯的大喊，凯尔特人队果断改变防守战术，只要科比接球就对其进行夹击，逼迫其传球。篮球传到费舍尔手中，老于站在右侧45度角的位置，在隆多还没扑防过来时，果断投出一记3分球，咣当打铁，加内特抢到篮板球，隆多接到传球快速运球下半场，随即将球传到跟进的雷阿伦手中，雷阿伦接球后后撤一步推到3分线外，果断3分出手，唰命中！这是雷阿伦本场比赛第3记3分球的命中，漂亮！雷阿伦向我们诠释了现役第一3分射手的自信，明明是在3分线内接到的篮球，却没有投远距离，而是退后一步，选择了难度更高的3分球。雷吉米勒兴奋地说道。巴克利斜了他一眼，心想难道江华连续2记中线 logo 的3分球就不是自信的表现吗？不过话说江华已经很长时间没有接球投篮了，啥时候再有精彩表现呢？巴克利看着球场上，莫名有些期待，因为他第一次有了看投3分球让肾上腺素飙升的感觉。球场上，湖人队进攻，科比再次遭到凯尔特人队的重击防守，加索尔在禁区被帕金斯和加内特压得死死，完全没有表现的机会。费舍尔手感冰凉，目前3投0中，得到0分。你开场表现炸裂后，后面一段时间在进攻端就没什么突出表现，只是防守端限制住了皮尔斯的发挥，湖人队的进攻陷入了停滞，连续几个回合都以打铁和失误而结束。凯尔特人队抓住机会，加内特在内线翻江倒海，连续得分，一举将分差缩小到5分。菲尔起身叫了一个暂停，重新布置了一个战术。暂停回来，奥多姆发边线球，科比跑到弧顶接到篮球，随即被包夹。加索尔不在禁区肉搏，而是提到高位接应科比，接到篮球后手腕一抖，传到了从他身边跑过的你手中。时隔7分多钟，你终于再一次触摸到了篮球，没有犹豫，抬眼看了下篮筐，发动绿箭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直接飙射3分球。皮尔斯被加索尔挡了一下，扑防的节奏慢了一拍，只能眼睁睁看着篮球从你的指尖滑出，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唰，空心入网。第5记3分球可能会迟到，但绝对不会缺席。你高举着双手做出了庆祝动作，眼神中满满的自信。又进了，这小子的3分球真是准地离谱啊！伙计，第一节比赛还没打完，他就已经投进5记3分球，对此你怎么看？巴克利有些幸灾乐祸地说道。他对于雷吉米勒赛前说的那些话可是记忆深刻，能够在抢七大战中单节扔进5个3分球，不得不说这个华夏洛选秀的心理素质极强，而且必须得承认他的3分投射能力确实很强。本来我还在质疑他的能力，但现在我却被他的表现给征服了。雷吉米勒转变了自己的态度，眼神中露出骇然之色，脑海中更是浮现出一个恐怖的念头：这个华夏洛选秀不会真的在抢七大战中投进10记3分球吧？可是他有好几次3分出手都不合理啊！巴克利调侃道，用雷吉刚才说过的话来讽刺雷吉，能够将不合理的投篮投进，这才是将真正厉害的地方。雷吉米勒说道，开始猛吹你。巴克利被噎了一下，一时间都不知道说什么了。这老伙计的脸皮也忒厚了，刚才还不遗余力的讽刺批评江华，现在就开始吹捧上了，变脸变得可真是太快了。场边里弗斯捂着脑袋不忍再看，这他们又进了，近7分钟没摸到篮球，刚一拿球抬手就射，射了就进，这是怎样火热的
手感，好不容易追到5分，现在他咣当一个3分球又拉开到8分了，这就很打击士气，只能是期望雷阿伦能给予回应，投中一些提升士气的3分球。凯尔特人队进攻，隆多运球过半场传给雷阿伦，后者3分打铁。里弗斯见此再次无奈摇头，雷阿伦在3分球上的表现完全被江华给压制住了。湖人队反击，科比运球过半场，看到皮尔斯防守犹豫不定，果断选择个人进攻，连续变向的后仰跳投，唰命中。最后2分钟，双方进入僵持阶段。第一节比赛结束，38-28，湖人队领先着10分。到了第2节，双方都是替补阵容，湖人队的法马尔、沃顿等球员发挥失常，投篮连续不进，在抢七大战这么关键的比赛中，他们显得有些紧张。而凯尔特人队在强悍替补詹姆斯·沃西、PJ 布朗的发挥下，连续追分，2分钟不到就将分差缩小到4分。无奈，菲尔·杰克逊只得换上主力阵容，里弗斯见此也陆续换上首发阵容，双方展开了新一轮的激战，观众们期待又紧张，整个球馆的氛围如同窒息一般，连呼吸都是小心翼翼。湖人队的颓势并没有因为换人而停止，就像上一场比赛突然断电一般，球队陷入了进攻荒。凯尔特人队抓住这个机会，在6分钟的时间里打出一波18-4的攻势，不仅反超比分，还获得了10分的领先优势。看上去湖人队毫无办法，胜利的天平似乎已经向着凯尔特人队倾斜，观众们接连爆发出疯狂的欢呼声，什么神奇的饮水机球员，什么天皇巨星科比，在凯尔特人队窒息的防守下，一切都是扯淡，冠军终归是属于凯尔特人队。果然，双方在实力上还是有着巨大的差距。其实第6场比赛凯尔特人队就能结束这个系列赛，但是因为江华的大爆发而将系列赛拖入了抢七。虽然本场比赛江的发挥依然神奇，但已经无法影响大局了。雷吉米勒有些惋惜地说道：“可惜湖人的拜纳姆受伤了，无法复出，不然也不至于内线被打爆。加索尔真的很努力，但是还是被加内特和帕金斯死死的压制，无法给科比提供任何的帮助。整个湖人队就仿佛回到了上个赛季的状态，全靠科比一人进攻。当科比状态不好的时候，湖人队就陷入了麻烦中。至于江华，难道湖人队真能指望这个骑兵帮助球队翻盘吗？太不现实了。他在本场比赛的表现已经够好了。”巴克利也是感慨道，语气中透着无奈。XL 直播间评论区，球迷们议论纷纷，有热血支持你的，也有理性分析的，当然也有球迷还在用恶毒的语言诋毁着。活该，饮水机管理员终究是饮水机管理员，真是垃圾，给华夏人丢脸。看到他在的球队输球，我就很开心了，必须给凯尔特人队点个赞。种种类似的话不堪入耳。看着湖人队陷入困境，这些黑粉嚣张的不着边际。北岸花园球馆球场上，湖人队士气低落，科比、加索尔等人脸上写满了沮丧。这个该死的篮球就是投不进，又能有什么办法？伙计们，打起精神来，才落后10分而已，我们会逆转这场比赛，赢下总冠军的。你拍着手鼓舞道，脸上满是自信。加索尔、奥多姆等人一脸茫然，不知道你是何来的勇气说出这话？难道指望你继续像上一场比赛最后一节那样爆发吗？这就有些离谱了。幸运女神可能会眷顾1次，但连续眷顾2次的话，大家是万万不相信。凯尔特人队的球员们露出讥讽之色，那表情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上一场比赛就因为大意让你这个饮水机球员打出逆天表现，难道以为他们还会继续犯这种低级错误吗？真是太天真了。看到队友们质疑的目光，你笑了笑，说道：“把球传到我手里就好了。”湖人队球员们更加疑惑，半信半疑。但想到你上场比赛最后疯狂的表现，完全没有自主进攻能力的你都用个人进攻打爆了凯尔特人队，如果真的能再现那种神奇的状态的话，或许也不是不可能。湖人队进攻回合，费舍尔运球过了半场后，将球传到踢到弧顶主动要球的你手中，这是你本场比赛第1次自主进攻。刚刚接球，全场观众就响起了阵阵嘘声。皮尔斯面色变得严肃，严阵以待。虽然球探报告上说你不具备运球能力和个人进攻能力，但显然上一场比赛你已经展现出了这2种能力，哪怕只是偶然，也不能大意。你嘴角露出一丝冷冽的笑容，直接发动了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这个技能才是你本场比赛最大的倚仗，配合上绿间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足以扭转球队现在的颓势。你收起2根手指，只用中间的3指运球，如此才能发挥雷鸣运球的真正威力。雷鸣般的响声似乎从你的指尖响起，运球速度也陡然加快。皮尔斯看到这一幕，直接懵逼在原地，整个人的3观都受到了巨大的冲击。3根手指也能运球，这他们完全不符合物理学的平衡性，太不科学了吧？难道自己高中学到的物理知识是假的？而且那若隐若现的雷鸣声音是什么情况？幻听了吗？惊讶间，你动了，连续2次变向后，直接拉回到3分线外，飙射3分球，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唰，空心入网。瞬间，嘘声四散，球馆陷入寂静之中，所有观众皆是目瞪口呆地看着，接着爆发出一片哗然。上帝啊，我看到了什么？3根手指运球，这是什么篮球特技？感觉跟电影特效似的。巴克利瞪着眼睛，不由自主地张大了嘴巴。活久见，我可从来没见过有球员用3根手指运球的，关键这太难了，真是见鬼了。雷吉米勒摇头说道，完全不敢相信。球场上，科比、加索尔等人振臂高呼，比自己进球还要高兴。替补席更是开始疯狂地挥舞着毛巾。菲尔神情一正，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想到了赛前你上场前表现出的自信，以及那番话，我会打出比上一场还要伟大的表现，帮助球队赢下比赛。或许还真没吹牛逼，这个华夏落选秀又成为了湖人队的光啊！仅仅一记3分球，球场上的形势就发生了变化。湖人队的球员们士气大涨，在看到你使用出3根手指运球的神奇篮球技术之后，便开始将希望放在你身上。而凯尔特人队的球员们面色凝重起来，心中涌出一股不祥的预感。如果你像上一场比赛最后4分钟那样逆天表现，那比赛就非常棘手。皮尔斯看向场边的里弗斯，眼睛里带着询问的意思。里弗斯犹豫了一下，摇摇头，放弃了对你的包夹。3根手指运球这种能力太过惊世骇俗了，他更倾向于你刚才的发挥是一种偶然。这场比赛防守重心还是应该在科比身上。江华爆发的代价球队还能够承受，可科比一旦爆发起来，那将是球队无法承受的灾难。凯尔特人队进攻，隆多运球过半场后，发现队友皆是被看死，完全没有执行战术的机会，于是他将球传到了皮尔斯手中。作为球队王牌，皮尔斯的个人单打能力在联盟中也是数1数2的存在，但是今年面对你的时候投篮
投篮手感却不太灵光，目前6投仅2中得到4分，是3巨头中表现最差。他连续变向晃开你的重心后，侧步跳投，以扑防上来，同时发动金川智纪最强之臂技能。虽然没有封锁住皮尔斯的投篮，但是对其的投篮命中率还是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咣当，篮球再次弹框而出，皮尔斯摇了摇头，很是郁闷，今天真是中邪了。这么关键的比赛，为何自己的手感如此冰凉？在进攻端的表现实在太拉垮，他只是在自己身上找原因，完全忽略了你的防守，因为每次单打你都能够轻松获得投篮的机会，足以说明你的防守很菜。湖人队反击，接到篮球后，你再次发动斜山小太郎雷鸣运球技能，3指运球带着细微的雷鸣之声，让你有如神助，迅速运球过半场后，直接急停在距离3分线2米远的地方，抬头就射。在这个追分的关键时刻，你也不再保留，将绿间真太郎超高弧度3分技能的优势发挥到最大化，篮球划过一道超高弧线，唰，空心入网，分差缩小到4分，又来了，没完没了吗？江华再次命中一记超远距离3分球，现在我可以非常肯定，这不是什么运气球，而是他的3分射程就是半场，只要过了中场线，他可以在任意位置投3分球。巴克利连声说道，非常激动。雷吉米勒目瞪口呆，立在原地，仿佛灵魂被雷给劈了一样。刚开始我也在怀疑，但现在江华用一记又一记不可思议的3分球击碎了我的怀疑。这个世界上竟然有球员能够把自己的3分射程扩大到中场，已经超越了我的想象力。我必须为我之前那番愚蠢的言论道歉。江华上一场的神奇表现完全不是运气，而是实力使然。现在我开始相信江华采访中说的那些话并不是在吹牛，他在本场比赛完全有机会投进实际甚至更多的3分球。雷吉米勒兴奋地说道，态度彻底转变，成为了猛吹你的狂热分子。可以说你的神奇3分表现完全征服了他。VIP 厅内7记3分球了，这个华夏落选秀的表现真是相当惊讶，尤其是他的3分投射能力简直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甚至给我一种比雷阿伦还要强的感觉。帕特莱利激动地说道，双眼都在放光，他都已经开始畅想热火队签约你之后的美好画面。这一手3分神技绝对能让全联盟都忌惮不已。就目前球场表现来说，江华确实比雷阿伦强，他的3指运球也真是惊到我了，太独特了。韦德摇摇头说道，对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球场上，皮尔斯彻底麻了，他好想问问你这个华夏落选秀，你他妈这是在打篮球？为什么篮球技术都跟正常球员不一样？正常人会用3根手指运球吗？正常人会频繁的去投超远3分球吗？这不是有病吗？同时，他的脑海中再生出一个可怕的念头，自己投篮命中率低不会真的跟他的防守有关系吗？这个念头一闪而过，皮尔斯就摇了摇头，自我否定了这个想法。毕竟他没有从你的防守中感受到任何的压迫和威胁。包夹江华，里弗斯咬牙切齿的说道，3指运球这种离谱的运球技术，为什么他会掌握得如此娴熟？现在他再次展现出极强的运球能力，只防守传球路线不让其接球已经起不到作用，只能包夹了。可如此一来，科比怎么办？里弗斯脑瓜有些疼，这个问题似乎无解，做不到同时包夹2人，只能包夹发挥更好的球员了。该死的，这华夏小子到底是从哪冒出来的？真是克凯尔特人队啊！上半场最后2分钟，凯尔特人的进攻陷入停滞，湖人队则是在你的带动下掀起一轮反击高潮。上半场比赛结束，比分为62比62，双方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刺激的上半场结束，球迷们的情绪依然紧张，甚至连球场上的啦啦队表演都没心思看，皆是焦急万分的等待着下半场比赛的开始。漫长的中场休息终于过去，抢七大战进入波涛汹涌的下半场。刚刚开始，雷阿伦就手感爆棚，在同一个位置连续命中了3记3分球，再次帮助凯尔特人队获得了9分的领先优势。如同第6场系列赛那般，凯尔特人队有一鼓作气收掉比赛的趋势。雷阿伦也爆发了，他在本场比赛已经投进6记3分球了，仅比江华少1记。巴克利兴奋地说道，能够在抢七大战中看到2位3分神射手互飙3分球，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视觉享受。看来雷阿伦也在和江暗中较着劲，作为联盟公认的最强3分神射手，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江华在他面前放肆？雷吉米勒说道，体内的热血也彻底燃烧起来。场上看情势不对，菲尔连忙喊了暂停。科比，你要想办法限制住雷阿伦，他的3分球对我们来说是巨大的威胁。菲尔严肃地说道，抱歉，教练，刚才是我的失误。这个该死的雷阿伦手感真是太火热了。科比厉声说道，语气中也是透着无奈。他已经拼了命地去防守，可还是让雷阿伦抓住机会投进了那些3分球，这就很伤士气。菲尔皱起了眉头，科比已经是球队中最强的防守尖兵了，连续多年入选了 NBA 的最佳防守阵容。如果连科比都限制不住雷阿伦的话，那比赛就很难打了。幸好现在皮尔斯没有什么发挥，不然比赛很有可能上演第6场的剧情，被拉开到20分，甚至是30分。等等，菲尔突然灵光一闪，将目光放到了你身上。被你防守之后，皮尔斯在进攻端的表现就一落千丈。可明明你这个球员明明没有防守能力啊，瘦弱的身躯完全没有对抗，速度也跟不上那些顶级的运动员。可随着上一场比赛3分球的爆发，难道防守也开窍？这就有些邪门，但现在只能是死马当活马医了。让你去主防雷阿伦的话，你有信心限制住他吗？菲尔杰克逊试探性对你问道。当然，我会防得雷阿伦生活不能自理。你很是自信的说道。队友们皆是有些惊讶的看着，这个时候了还敢吹牛逼？科比这位联盟后卫线最强的防守者都限制不住爆发的雷阿伦，你是何来的自信要防得雷阿伦生活不能自理？3分球投得厉害，也不能胡扯啊！众人纷纷露出质疑的目光，就连科比也是冷着脸看了过来。好，那暂停之后，你去主防雷阿伦。菲尔说道，嘴角微微上扬，开始期待你这个华夏落选秀是否还能带来惊喜，同时也想要印证下自己的猜测，皮尔斯的发挥失常是否跟你的防守有关？球员们又一次懵逼，江华自己吹牛逼也就算了，怎么连教练都跟着胡闹？喂，有没有搞错了？这可是决定总冠军归属的抢七大战，这么儿戏的吗？另一边的凯尔特人队替补席，里弗斯大嗓门咆哮着，尽量给雷阿伦传球，让他的3分球去杀死这场比赛。暂停结束，球员们带着疑惑回到球场上，你直接跑到了雷阿伦身边，而科比则是跑到了皮尔斯的身边。我们看到现在由江华去主防雷阿伦，科比都防不住，难道菲尔指望一个落选秀去限制住雷阿伦？虽然江华的3分球能力很惊艳，但是指望他的防守能力超过科比，这就有点扯淡了。
雷吉米勒有些惊讶地说道。在赛前的准备工作中，他查阅了你的很多资料，除了三分球外，毫无特长。关于你的防守能力，只有一个字：差。可是江华完全限制住了皮尔斯，我觉得他对雷阿伦的防守可以期待下。巴克利则是说道，他很清楚，由于你在三分球上的神奇表现，让人完全忽略了你在防守端的贡献。难道不是皮尔斯自己状态不好吗？这跟江华的防守有什么关系？雷吉米勒还是表示怀疑。伙计，不要用球探报告或者是其他资料评估江华。赛前你有想到他会连续在中线 logo 上投3分吗？你有想到他会用3根手指头运球，还运得那么好吗？巴克利说道，语气中很是笃定。雷吉米勒沉默了，一时间竟是不知道如何作答。好像这个华夏洛选秀在球场上的表现总是出人意料，超出预期。那这一次呢？球场上，雷阿伦歪着嘴，露出高傲的表情。你来防我，湖人队是放弃这场比赛了吗 ？No， 恰恰相反，我们准备要赢下这场比赛了。你毫不示弱，言辞犀利的回击道：“呵呵，让我用3分球送你回家吧。”雷阿伦说道，自信心爆棚。下个进攻回合，我会在你的脑袋上投中一记中线 logo 的3分球。你淡淡的说道：“休想，我绝对不会给你这个机会。”雷阿伦咬牙切齿的说道：“这个华夏洛选秀真的是太狂妄了，简直目中无人。伙计，你要小心一点，这个华夏洛选秀的防守很奇怪，每次我都有出手机会，但就是投不进球。”皮尔斯有些郁闷的说道，过来提醒自己的战友。雷阿伦斜了皮大爷一眼，似乎在说：“伙计，你自己发挥不好，怨对手的防守。虽然这是至关重要的抢七大战，也不至于这般为自己开脱吧。”凯尔特人队进攻回合，隆多按照教练的战术突破到禁区，然后将球传到及时跑位到右侧45度角位置的雷阿伦手中。看着扑防过来的你，雷阿伦毫无畏惧，眼神变得冰冷，直接抬手飙射3分。刚刚落地，雷阿伦就做出了庆祝动作，高举双手比划出 OK 的手势。这次投篮的感觉非常好，绝对会进，这就是一个3分射手的自信。然而篮球划过一道高高的弧线，咣当一声弹框而出，雷阿伦瞬间傻眼了，该死的，明明投篮的感觉这么好，怎么会不进呢？他看看自己的手，满脸的难以置信。防住了，江华限制住了雷阿伦的3分球。巴克利兴奋地说道，仅仅是一个回合，不能说明什么问题，让我们继续看下去。雷吉米勒神情平淡，还是不太相信你的防守能力。巴克利哼了一声，强烈期盼着你接下来的表现，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华夏洛选秀的防守能力到底是什么水平。